既然今日两位来了，便不要与本王客气，多吃一点。自然是不会和九王爷客气的。哈哈哈哈，看得出来，世子和世子夫人感情甚好。让九王爷见笑了。九王爷若是羡慕，也可以娶个王妃回来。世子夫人说的是，看来本王是时候该考虑考虑王妃的问题了。本王听闻，世子，你和太子妃曾经关系匪浅。一直埋头吃饭的楼七七瞬间竖起了耳朵。九王爷说笑了，本世子和太子妃也只不过是有过几面之缘，谈不上感情匪浅，这样的玩笑可不好笑。哈哈，本王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世子看在太子妃感情的情分上，会选择支持太子一脉。来了，说到重点了。埋头吃饭的楼七七心里忍不住的激动了起来。你和本王也算是有些情分，今日既然你来了，本王有些话还是要和你说的。世子如果是想要支持太子，不妨好好去调查调查太子的为人处事，以免最后站错了队，赔了夫人又折兵。哇，高手啊，高手！这个九王爷果真并不像表面上那样人畜无害。九王爷说的是，不过当今陛下身子康健，现在考虑这些问题为时尚早，而侯府支持的是陛下。哈哈，怪不得父皇如此看好你，将你当成重臣培养。有世子如此忠心的臣子，父皇定然心中很是欣慰啊。九王爷，听说您府上的景致不错，不知道我可否在府上转一转？你去将玉梅叫来，陪着世子夫人在府上好好的转一转。那我就不在这里打扰王爷了。王爷想要让玉姨娘陪着世子夫人在府上转一转，妾身给世子夫人请安。不用这般，是我非要在府上逛一逛，麻烦你了才是。玉梅姑娘是很早就认识九王爷了吗？玉梅姑娘别介意，我就是随便问问，闲聊几句而已。你要是不想说就算了。这没有什么不能说的，我和王爷认识的时间并不久，我曾经只是一个医馆里的小医女而已，有幸结识了王爷，被王爷带回了九王府。我看王爷很是在意你呢。哎，对了，按理说九王爷是皇帝的亲儿子，怎么这九王府的布置如此简陋？看上去倒是让人看不出这是九王府。这我便不知了，自从我来了九王府，这里就是这副模样。或许是王爷不喜欢那些庸俗的东西吧。楼七七的嘴角忍不住抽了抽。九王爷真的不喜欢那些庸俗的东西吗？既然不喜欢，又为什么要争夺权力坐那个位置？为什么藏了那么多的财宝？这边韩燕白带着楼七七一起去九王府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柳廷燕的耳中。韩燕白去拜访九王爷干什么？太子现在何处？既然你不说，那我就亲自去瞧瞧。太子妃，说不定太子这个时候正在忙着处理公务，不然我们等等再过去吧。是这几个贱婢勾引我，在我心里还是属你最重要。太子多想了，您贵为一朝太子，宠幸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大不了。不过今日臣妾有重要的事情要和太子说，不知太子可否抽身去书房一趟？好，现在就去书房。太子可知道，最近这段时间，韩燕白和九王爷行为亲近。韩燕白怎么可能会和九王爷走得近？今日不巧，我外出采买的丫鬟刚好看到韩燕白带着楼七七，两个人一起去了九王府上做客。现如今不逢节，九王爷那边又没有贺喜的事情，难道太子不觉得他们这个时候登门有些不对劲？这事儿我知道了，不过廷燕你也不必如此担心，这一切本宫自有打算。太子心中真的有所打算？自然。兰芝，把韩燕白去了九王府这个消息传给南阳公主。南阳公主是九王爷同父同母的亲妹妹，
最主要的是，当年的南阳公主一心想要嫁给韩彦白，最后竟然让娄七七有了可乘之机。兰芝得了柳廷彦的命令后，便立马明白了柳廷彦的意图，转头命人将这消息传递给了南阳公主。走，现在就去九歌府上。这边，在玉梅的陪同下，娄七七还在继续在九王府四处闲逛。观察了一圈下来，娄七七算是看清楚了，九王爷的府上只不过是表面看起来布置的简陋，实则处处暗藏玄机。就拿着后花园的假山来说吧，那假山有一处格外的光滑亮眼，一看就是有人经常抚摸所制的。娄七七走到后花园里，唇角忍不住勾了勾。没有想到九王爷府上的景色倒是真的不错。后花园里的这些景致都是王爷亲手设计的。哦，真没想到九王爷竟然如此多才多艺。王爷好像很喜欢研究这方面的东西。哎，玉梅，这是什么地方？妾身也不知，妾身只知道这是王府里的禁地，平常谁也不能进去的。禁地一般秘密都会藏在禁地之中。转了一圈之后，娄七七大致了解了九王府的地形。玉梅，谢谢你今天陪着我，转了一圈有些累了，不如我去你那里讨杯茶喝。那自然是可以的，世子夫人随着妾身来吧。而此时，南阳公主已经带着自己的人气势汹汹地进了九王府。听说娄七七来了九王府，娄七七人呢？世子夫人正在九王府里闲逛，老奴也不知道世子夫人现在逛到了何处，便抬脚大步往院子里走去。这边娄七七和玉梅两人正准备回院子，经过后花园时，刚好遇到了迎面走过来的南阳公主。哎呦，这不是娄七七吗？真是好久不见了。还真是好久不见。南阳公主要是没别的事，那我先走了。娄七七，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你现在也只不过是个世子夫人，而我是公主。你见到公主竟然敢不行礼，难不成是轻蔑皇室？公主说的这是什么话？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公主不要给我乱扣帽子。这样就算了，本公主要你跪下行礼。呵呵。娄七七忍不住在心里冷笑出声。这个，哼，那我要是不跪下行礼呢？南阳公主打算怎样？那就来人，帮本公主好好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当初你使手段嫁给韩世子，本公主就想要教训你了。今天教训你也不算晚。来人，把娄七七给我摁住，掌嘴！南阳公主，世子夫人是九王爷的客人，您这样做是不是有些妥啊？你算是哪根葱，竟然敢在本公主面前说话？你只不过是一个妾室，九哥多看你几眼，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主子了。南阳公主，你虽贵为公主，但也应该知道说话的时候要注意分寸。刚才也说了，玉梅是你九哥的人，什么时候轮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了？你们还等什么呢？给我掌嘴！顿时就有几个长得5大3粗的婆子上前。南阳公主果真嚣张至极，难道公主这样做就不怕侯府和你过不去吗？刘嬷嬷，你还等什么呢？上去给她一点教训尝尝啊！就在这时，娄七七的余光不经意之间瞥见转角处2个男人的身影，正好就是九王爷和韩彦白迎面走了过来。你们别过来！你们要是过来，我家世子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放开我们家夫人！我家夫人要是出事，世子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哼，我倒是想要看看韩世子会怎么不放过我这个公主。因为几个人刚刚走到花园这边，娄七七的身边就是一处水榭，几个婆子上来就想要拉住娄七七。娄七七的脚下一滑，身子猛地朝着身后栽了过去。只听见扑通一声，娄七七猝不及防地跌进了水里。走在不远处的韩彦白见状，瞳孔猛地剧烈收缩，一个箭步就朝着这边冲了过来。救命！我不会游泳。娄七七落在水里，就开始拼命地挥舞着双臂挣扎。
刚刚试图去控制楼七七的那几个婆子，看到这样一幅情况，脸上的表情都变了。几个婆子都不由自主地朝着南阳公主看了过去。南阳公主见状，心下也是一慌。九哥，是楼七七先不向我行礼在先，我只是想教训教训他。韩燕白走过来，阴狠的表情瞪了南阳公主一眼，便毫不犹豫地跳下水。此时此刻，楼七七的头已经没入了水里，整个人的声音越来越小，看上去就仿佛像是溺水一般。但只有楼七七自己知道，她其实是会水的，这些只不过是自己装出来的。哎呀，我要是昏迷了，就可以找个理由在九王府上留下来了。今晚我就去探探九王爷到底有什么秘密。他长臂一伸，一把揽过楼七七的腰身，紧紧地将她抱在怀里。楼七七，你还真是好本事。啊，怎么回事？韩燕白发现了？我装的这么不明显吗？韩燕白险些被气笑了，他在水中直接抱起楼七七游到了岸上。这楼七七他是不是装的？怎么说晕就晕了？七七之前就落过水，对水极其恐惧。去把府上的府医叫来，帮世子夫人瞧一瞧。看来今日来拜访九王爷就是个错误，不然七七也不会这般。这件事的确是南阳的错，既然令夫人是在本王府上出的事，本王定然会负责到底。现在世子夫人昏迷不醒，世子还是先将夫人抱到屋里，让府医好好的瞧瞧。哎呀，韩燕白，快点答应啊！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再不答应就要错过了。玉梅，你带世子下去安顿好夫人。世子还是先跟着妾身过来吧，世子夫人的身体要紧，不要耽误了府医替世子夫人瞧看。那便走吧。啊，还好韩燕白没有坏了我的计划。便由府医过来替楼七七把脉。世子夫人的身体并无大碍，应该是落水受到惊吓才昏迷过去的，只要醒过来再服用一些安魂的汤药便可。有劳王大夫了。鬼知道刚才他看到楼七七落水的那一瞬间，心里到底有多么的紧张，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自己为何会如此的担心楼七七。行了，人已经走了，不必再装了。他不敢置信地眨眨眼，在床榻上坐起来，忍不住狐疑问道：你早就发现我是装的了？韩燕白冷哼一声：那你都发现了，九王府上的人是不是也发现了？只有我自己发现了。我抱着你的时候，你心跳有多快，只有我知道。他们没发现就好。你为什么想要在九王府留下？没什么原因啊，我就是挺喜欢九王府上的布置，想要再逛一逛。你爱信不信，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的。人怎么样了？世子夫人并无大碍，大夫说是因为受了惊吓才导致的昏迷，醒了以后就没事了。今日就暂且让楼七七和韩燕白在府上住下，楼七七那边你盯着一些。王爷放心，妾身会照顾好世子夫人的。那就辛苦你了。玉梅刚刚从九王爷这里离开，南阳公主就气势汹汹地赶了过来。九哥，今天晚上我也要在九王府住下。你跟着胡闹什么？好端端的为何要出宫？时候不早了，你从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九哥，你竟然为了一个女人训斥我！我不管，你既然韩世子今天晚上要住下来，我也要住下来。说完，南阳公主也不等九王爷开口，便气哼哼地转身离开了。这边楼七七和韩燕白两人的房间里，此时此刻两人正尴尬地对视着，因为就在刚才，韩燕白突然问了一个问题。夫人之所以想要在九王府留下，可是为了能够和我共处一室。我现在身体虚弱，你就在地上凑合一晚上吧。韩燕白微微勾起唇角，轻笑一声，大步走了过来，直接挨着楼七七坐下。我倒没觉得夫人的身体虚弱。男人突然的靠近，一股专属于韩燕白身上清香的气息袭来，楼七七的身体瞬间就僵硬住了。
他忙不迭地往后退了退，警惕的眼神盯着韩彦白。啊，你可别乱来啊！这里可是九王府。如果夫人将留在九王府的真正目的告诉我，我或许会考虑考虑。留在九王府的真正目的，那当然是要探索九王爷的秘密了。但是这个秘密现在要告诉韩元白吗？毕竟他已经拿到了账本。啊！你别动，我跟你说还不行吗？上一次他们闯进九王爷密室拿了账本的事情，韩彦白肯定的就已经有所察觉。这一次突然来拜访九王爷，韩彦白心中定然是对他起了疑心，所以这事就算告诉韩彦白也是没什么关系的。我留下来就是想要探探九王府上的秘密基地。刚才在逛九王府的时候，听玉梅说九王府有一片院子是禁地，谁也不许进去。九王府上的禁地？既然是禁地，你打算怎么进去？这件事你就不用管了。一边说着，一边将男人给推了下去。哎呀，我都已经说了，你今天晚上就睡地上。到了晚上吃饭的时间，这楼七七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才勾引到韩世子的？竟然让他连饭都不吃了。南阳，注意规矩，你是公主，有些话不能随便乱说。哼，我哪里乱说了？韩彦白原本就不喜欢楼七七，就是那个女人勾引的韩彦白。九哥，你自己一个人吃吧，我吃饱了。你去帮我看看楼七七到底醒没醒，顺便邀请韩世子来我的院子坐一坐，就说本公主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他谈。听到南阳公主的命令，贴身丫鬟不敢有任何的迟疑，便去了韩彦白的院子。叫人进来吧。南阳公主的小丫鬟就走了进来。世子，我们家公主想和您叙旧，想请世子现在过去一趟。现在天色已晚，公主若是有话要说，可以改到明日。别呀，你别忘了，咱们现在可是住在九王府上，而且南阳公主是九王爷的妹妹，你怎么能这样落了南阳公主的面子呢？就是坐下来叙叙旧嘛，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去吧，你放心，我不会多想的。你回去复命吧，我稍后就到。等到小丫鬟离开，韩彦白危险的眼神看向楼七七。你老老实实在屋子里待着，不要到处乱跑。九王府府上并没有你看到的那么安全。好了，我知道，你赶紧去吧，别让公主等急了。莫名的，韩彦白听到这些话，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他前脚刚走，楼七七这边就在屋子里坐不住了。他反复的在屋子里来回踱了几步。世子夫人不是身体不适吗？这是要去哪儿啊？还不是去找世子的。刚才南阳公主把世子叫走了，到现在还没回来。你说说，我这深更半夜的，他们两人能有什么话可说呀？就要将我这个正牌夫人晾在这里不管不顾，更何况我今日还受了惊吓。越说楼七七越觉得自己可怜，竟当着那小丫鬟的面低声的抽泣了起来。这位姐姐，你就让我出去吧，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世子找回来。你说，要是今晚世子真的和南阳公主发生什么，那我这个世子夫人还要不要活了？看着小丫鬟脸上的表情满是为难，开始犹豫。我知道九王爷担心我的身体，特意让你们来看着我，但是如果世子真的和南阳公主有什么，那我也不活了。那小丫鬟竟然一脸黑沉，最后点了点头。那奴婢陪着世子夫人一同前去。那这位姐姐，不如去帮我准备一些热水吧，
我将世子叫回来，自然是要沐浴焚香的，去他身上别的女人的味道，不然我闻到我一阵阵心绞痛。小丫鬟犹豫了一下，这才抬脚走了出去，去准备热水了。娄七七毫不犹豫的就在夜色之中溜了出去。今天在闲逛时，娄七七就发现了九王府上有2处可疑之处。这边韩燕白在小丫鬟的带领下到了南阳公主所住的院落。本世子今日过来就是想告诉公主一声，今日公主对夫人所做的一切，本世子都记在心里了。小丫鬟面面相觑，但也不敢就这样把韩燕白给拉进去，只能悄悄地进屋给南阳公主禀报。韩世子来了吗？世子也已经来了，只不过有事就快说，吞吞吐吐的做什么？世子并没有进来，而且还说今日公主对世子夫人所做的事情他都记下了。韩燕白在哪儿呢？我倒是想问问他想要怎么对付本公主。韩燕白，你给我站住！公主还有何事？韩燕白，本公主让你陪本公主用膳，谁允许你走了？我已经用过晚膳，再说现在天色已晚，公主就不怕吃多了积食吗？我不管，你今天晚上就算是陪我喝茶也要留下来。公主，我已经是有了夫人的人，公主不知道避嫌吗？皇家规矩向来严苛，公主就是这样遵守皇家规矩的。希望公主以后记住这些规矩，我要丢了皇家的脸面。说完这些话，韩燕白便准备转身离开，不打算继续和南阳公主废话下去。他转身要走，但是南阳公主却急忙上前走了2步，一把紧紧地抱住了韩燕白的腰身。察觉到南阳公主的动作，韩燕白的脸色骤然阴沉下来，她一把甩开南阳公主，眉头紧蹙，眼神阴沉。公主注意分寸，南阳公主，要是不想这件事情传到陛下耳中，以后就离本世子远一些。韩燕白，你就这么喜欢娄七七？她当初是使用手段才嫁给你的，根本就配不上你。不知为什么，当南阳公主诋毁娄七七的时候，韩燕白的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哼，那南阳公主觉得你现如今的行为又是什么？这话再次让南阳公主脸上的表情骤变。然而这一次，韩燕白没有再继续观察南阳公主脸上的神色，她大步转身离开了。回到九王爷替她和娄七七安排的院子，韩燕白停在门口，下意识地低头闻了闻自己身上的味道，确保并没有闻到其他女人的香气，韩燕白这才抬脚大步走了进去。然而当韩燕白走进去后，看到空空如也的房间时，脸上的表情瞬间僵住了。他转过头来，走到房间门口，询问在门口守着的小丫鬟：世子夫人呢？小丫鬟脸上的表情也是疑惑，不解的道：世子夫人说出去找世子了。世子，你没有遇到世子夫人吗？韩燕白脸上的表情瞬间阴沉下来，再次想起来娄七七心里面一直惦记的事情。他一直想要调查九王府上的秘密，难不成这个女人是趁自己不在偷偷一个人行动了？她不要命了吗？她将九王府上的这些侍卫都当成摆设了吗？想到这里，韩燕白的心里没来由的一慌，脚下没有丝毫迟疑，已经迈了出去。丫鬟看着韩燕白行色匆匆的离开，下意识的觉察到了不对劲儿，也抬起步子，急匆匆的出了院子。他得把这边的事情禀告给九王爷。娄七七这个时候已经躲避开所有的侍卫，来到了那处荒废的院子。这处院子从外面看就能看出来里面杂草丛生，然而当娄七七走进来，却发现这里更是脏乱差得可以。九王爷的府上处处都收拾得干净利落，怎么会留下一处这样的院子呢？娄七七的心中忍不住更加好奇。怕光源引来其他的侍卫，娄七七只能借着月光悄悄地往院子里走去。云聚拢，天色太黑了，月亮时不时地被乌云遮住，
娄七七只能摸黑前行。好不容易摸进了那处院子，娄七七却没有丝毫的头绪。这个院子并不小，她到底要从哪儿查起呢？那边，小丫鬟急匆匆地来到了九王爷的房间，站在门外敲了敲门。九王爷，世子和世子夫人两个都出去了，谁也没在屋里。本王知道了，下去吧。娄七七这边小心翼翼地摸进了院子，等到云散开，她借着月色摸进了其中的一个房间。然而娄七七推门走进房间后，被扑面而来的灰尘呛得猛烈地咳嗽了起来。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好像是从那处宅子传出来的。嗨，怎么可能会有人去那种宅子？那可是咱们府上的禁地，谁也不允许去的。娄七七整个人都屏住了呼吸，生怕一不小心发出动静，惹来更多的是非。然而祸不单行，娄七七刚刚有所动作，便不知道脚下踩到了什么，一声脆响。这一道声音比刚才娄七七咳嗽的声音可要大多了。顿时两个侍卫齐刷刷地朝这边看了过来。我说有动静，肯定有动静。哎，我也听到了，走，咱们进去看看。外面的声音传到了娄七七的耳朵里。啊，这下要怎么办？系统有没有办法？还不等系统回答，就在这时，突然有一道黑影闪了进来，一把堵住了娄七七的嘴巴。娄七七的眼睛不由自主瞬间睁大，惊恐地看着突然出现的人。韩彦白紧紧地捂住娄七七的嘴巴，警惕地朝门外看了一眼，压低自己的声音：是我，别怕。顿时娄七七心里面的慌乱就烟消云散了，只是耳朵却竖了起来，听着门外的动静。只听见刚刚在门口路过的那两个侍卫脚步越来越近，直到走到门口的时候，娄七七突然听到其中一人说道：里面可是禁地，王爷不允许咱们进去的。现在真的要进去吗？我说你是不是傻？里面有动静，你听见没？要是别人进去了，咱们没有及时抓住，王爷怪罪下来，你说怨谁？你去通知王爷，我现在进去看一看。此时此刻，娄七七和韩彦白两人还待在屋子里，房间的门被关着，他们依靠在门上，听见外面的那道声音越来越近。他们不敢移动，因为现在天色很黑，两个人都看不清屋子里面的情况，一不小心或许就会碰到什么东西发出声响。所以娄七七和韩彦白两人只能如此僵硬地待着。侍卫已经走到了房间的门口，伸手便要准备推门，可是伸手以后却发现房间的门根本就推不动。娄七七连呼吸也不敢喘一下了。推门的侍卫推了下门，察觉到自己打不开，疑惑了一声：哎，这门怎么打不开？说着，那人便直接点燃了随身携带的火折子。屋子里的两个人，韩彦白拉着娄七七，两个人的身子瞬间蹲了下去。透过窗子有火光照进来，那个侍卫将火折子凑近了窗户一些，往里面照了照，确认并没有看到什么人，这才转身离开。难不成是我刚才听错了吗？没人啊。那人一边走还一边说着：还好人走了。韩彦白的眉头却紧紧皱了起来，他紧抓着娄七七的手还没有放开。你怎么回事？不好好在屋子里待着，来这里做什么？我就是闲着没事儿，出来随便逛逛。哼，出来随便逛逛就逛到了九王府上的禁地。哎呀，难道你不想看看到底有什么秘密吗？反正我们现在都已经在这里了，刚才那人也已经离开了，不如我们找找看。就在韩彦白迟疑的这个瞬间，外面突然再次传来了动静，好像是刚刚离开的那两个侍卫。王爷，就在前面，我们刚才听见的动静就是从这个院子里传出来的。不过我刚才进去看了，里面好像没人，就是那门有一些奇怪，怎么推也推不开。来人，从外面把这个院子给我围住，一只苍蝇都不能放出去。
一直躲在房间里，还没来得及出去的楼七七和韩燕白，此时此刻脸上的表情都垮了下来。怎么还能玩这套？刚才不是走了吗？九王爷，你怎么又回来了？世子，我们现在怎么办啊？韩燕白脑子飞速地运转着，也在思考着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我去将九王爷和他带领的人引开，你趁机回房间。啊，不，我不能走，我是绝对不会走的。要是被发现，就一起被发现。啊，世子，你现在带着我出去，我们飞到房顶上去。如果楼七七没有记错的话，韩燕白的轻功那是极好的，带着自己飞上屋顶并不是一件难事。韩燕白有些不解，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他们上屋顶上去岂不是就暴露了？哎呀，没时间解释那么多了，你听我的准没错。韩燕白深邃的眸光闪了闪，随后一把揽住了楼七七的腰身，轻推开门，纵身一跃，两人就飞到了房顶之上。刚刚稳住身子，楼七七就一把扯过了韩燕白，扬起小脸儿，对着男人的唇吻了上去。韩燕白的瞬间僵硬，在黑夜之中瞳孔张大，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听见楼七七在心里面碎碎念念：让九王爷发现我们在这里亲你，应该能够打消九王爷的一些念头。这样想着，楼七七就更加不客气了。两人坐在房顶上，韩燕白手里掀起一块瓦片，随手朝着下面扔了过去。东西从天而降，碎落在地上，声音瞬间就吸引了侍卫们的注意力。侍卫们纷纷朝着头顶看去。就在这时，韩燕白缓缓地后退，一把将楼七七的脑袋压在了自己的怀里，声音低沉地开口：九王爷这是想要做什么？楼七七扑在韩燕白的怀里，鼻息之间全部都是男人身上的味道，一颗心扑通扑通地狂跳着，就仿佛像是要跳出来一般。韩燕白这边一出声，瞬间就吸引了下面巡逻的那些侍卫们的注意。九王爷也朝着这头看过来，然后便看到了韩燕白怀里紧紧地搂着一个人。世子深更半夜不休息，在这里做什么？别生气了，跟我回去好不好？哼，那你还半夜出来私会南阳公主吗？你下次要是还敢出来私会别的女人，不管是谁，我都要打断你的腿。站在下面的九王爷听到这两人的对话，面色一片阴沉。这都是什么和什么呀？韩燕白十分配合地回答：好，都听你的。此时此刻，九王爷脸上已经难看到了极点，他拔高了自己的声音：世子和世子夫人很喜欢在房顶上说话。韩燕白这次才再次低头朝着下面看去，他一把揽住楼七七的腰身，随即纵身一跃，轻轻松松地稳当落地。好了，可以松手了。九王爷，你怎么在这儿？世子夫人不知道这一块是九王府上的禁地吗？怎么大半夜来这里了？还不是因为九王爷的好妹妹，深更半夜不老老实实在自己闺房待着，竟然将我夫君叫走，我这心里实在焦急，才出来寻人的。但九王府实在是太大了，我一不小心就迷路了。九王爷的眼睛微微的眯起，明显是不相信楼七七所说的这些话。九王爷好端端的怎么带着这么多人过来了？本王听手下的人说这边有一些动静，以为是进了贼，看来这只不过是误会一场。既然两位也没有别的事情了，就赶紧回去休息吧。韩燕白伸手揽住了楼七七的腰身，朝着九王爷微微点了点头，脸上的神色丝毫未变。那我们就回去了。说完便头也不回地揽着楼七七的腰身，朝着他们的院子走去。而九王爷站在原地，那双深邃的眸子变得越来越沉。等到楼七七和韩燕白两人走远了，九王爷这才叫来自己最亲近的侍卫，冷声开口吩咐：最近这段时间派人盯着韩燕白，但凡有一丁点的风吹草动，
都必须和本王汇报。重新回到院子里，还是我机智，不然刚才肯定要穿帮了。然而韩燕白的脸色却极其阴沉，紧紧抓着娄七七的手腕没有松开。他大步走在前面，拉扯着娄七七进了自己的屋子，将门关上。娄七七踉踉跄跄地跟在男人身后，看到韩燕白一脸阴沉的模样，忍不住打了个颤，往回抽了一下自己的手。那个，你放开我的手。韩燕白直接将娄七七按在了床榻边上，这才松开了娄七七的手。他目光沉沉地居高临下盯着娄七七，很有可能会直接将你人头分离。根据他这段时间的调查，韩燕白早就发现九王爷远远不像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你这不是出现了吗？韩燕白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来。这样的事情我不希望再发生第二次。我不管你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你又想调查九王爷什么，但你必须搞清楚你现在的身份。如果要是因为你给侯府惹来祸事，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你。他还以为刚才韩燕白着急去找他是因为担心他呢，原来是因为害怕自己连累了侯府啊。亏我刚才还好好的感动了一番。冷哼一声，娄七七直接转过身去，留给韩燕白一个后脑勺。你要是怕我连累侯府，大可以直接把我休了，这样我做什么事情就和你无关，也和侯府无关了。你生气了？娄七七没有回应他，冷哼了几声，又往床里面挪了挪。看到娄七七这副样子，韩燕白忍不住有一些失笑，随即也脱掉了自己的靴子，紧跟着躺在了娄七七的身侧。察觉到男人的动作，娄七七整个人的身体都不由自主地僵硬起来。她瞬间往床的内侧移了一下，随即翻过身来，一副凶巴巴的眼神瞪着韩燕白。你想做什么？我们刚才都说好的，今天晚上你睡地上。韩燕白却是一副全然没有听懂的意思，不紧不慢的道：明明有床，我为何要睡在地上？男人疼得闷哼了一声，那双深邃的眸子里瞬间浮现出一股莫名的情绪。他长臂一伸，直接将娄七七揽进了自己的怀里。两个人的身体相贴，股莫名的情绪。他长臂一伸，直接将娄七七揽进了自己的怀里。两个人的身体相贴，娄七七这才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他有一些慌了，眼神有一些闪躲，呼吸莫名的加快，伸手推了推韩燕白。你把我放开！韩燕白的唇角却是勾起了一抹邪恶的笑。把你放开，你就不咬我了？他说的这些都是什么话呀？娄七七又羞又恼，使劲地在韩燕白的怀里面挣扎。只是他挣扎的时候，韩燕白察觉到了自己身体的不对劲，他的脸色也一点一点地沉了下来。突然猛地一个翻身，将娄七七压在了自己的身下。那个你要不要出去透透气啊？韩燕白目光深邃，看着娄七七那张红里透粉的小脸儿，恨不得扑上去咬一口。然而最后韩燕白还是硬生生地忍住了这个冲动。他面色阴沉，翻身下床，随即穿上鞋子便大步地离开了房间。看着男人离开的背影，娄七七这才舒了口气。被韩燕白盯着的时候，娄七七真有那么一瞬间的感觉，韩燕白想要把他就地正法。好在一切都没有发生。娄七七在九王府上休息了一晚，实在不好继续在九王府上留下去，只是坐在晃晃悠悠的马车上。这次算是白来了。如果下次再去九王府，九王爷肯定会加倍防备。你为什么这么想调查九王爷？难道你不想？上次我们调查到了九王爷的那个账本，很明显
九王爷并不像我们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单纯。难道你就不想知道九王爷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你一个女人家，为何也如此对九王爷好奇？哼，谁规定女人就不能好奇了？说不定我能比你早一步调查清楚九王爷的秘密呢。但你作为内宅妇人，做很多事情的确有些不便。不如你我二人合作，怎么样？你将你知道的那些事告知于我，我也将我知道的事告知于你。我们二人的消息互通，这样你有什么不方便做的事情，我都可以派人去替你做。韩燕白怎么突然想和我合作了？难不成是想要套我知道的秘密？不过这些秘密告诉他也无妨。听到楼七七的心声，韩燕白深邃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闪了闪。好，我们可以合作，但我也有一个要求。你有什么要求？就在两个人的商谈之间，马车已经赶到了侯府门口。远远的，楼七七就听到了门口处传来了哭闹和驱赶的声音。滚滚滚！哪里来的死老太婆？别在这里惹晦气！这是怎么回事？宿主，温馨提示，最近有关于男主母亲的人出现，宿主的任务是收留他们。楼七七猛地朝着老太太看了过去。啥？你说的该不会是这个闹事的老太太吧？宿主聪明，这老太太看着像是逃荒过来的，和韩燕白的母亲能有什么关系呢？世子，这老太太说是来找人的，说是要找弯弯，可咱们府上没有叫弯弯的呀。您是不是找错地方了？这里并没有叫弯弯的人，给这老人家一些银子，让他走吧。但没想到那老太太就突然直接扑了上来，一把抱住了韩燕白的大腿，眼泪汪汪地望着他，嘴里面还痴痴傻傻地念叨着：弯弯，弯弯。这一幕，门口的那些侍卫们全都看傻了眼。弯弯，这老太太要找的弯弯，难不成是他们家世子？还在这里傻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人带走！老奶奶，你能告诉我你是从哪来的吗？你要找的弯弯又是你的什么人？你和我说一说，说不定我能帮到你。弯弯，是公主，是公主弯弯，要保护公主，保护公主。韩燕白站在一侧，负手而立，第一次觉得楼七七是如此心善的一个姑娘。凑近以后，楼七七才渐渐地听明白老太太嘴里的那些话。公主？侯府里哪里有什么公主？这人怕不是真的来错地方了。老奶奶，你有地方去吗？反应迟钝地摇了摇头。你不要告诉我你要收留他。楼七七缓缓地点了下头。可以吗？你要是不想看到这位老人家，我可以让这老人家只待在我的院子里，绝对不会给你添麻烦的。我也会看好他，派人调查清楚这位老人的家世。随你便吧。您先起来，地上实在太凉了。你既然现在没有地方去，那就先跟我进来吧，我帮你收拾一下，你就暂时在这里住下。带着老太太回到了自己的院子。老奶奶，你现在身体舒服一些了吗？还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没有。姑娘，谢谢你啊，谢谢你愿意收留我。我也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既然你现在没有地方去，就暂时在府上住下好了。老人家，你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来京城是来做什么的？夫人，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我为什么来京城了，我也不记得，我也不记得我是谁了。不记得了？这是怎么回事？明明这位老太太刚才嘴里面还念叨着一个人的名字，说是来寻找弯弯的，
那老奶奶，你还记不记得弯弯这个人？我也不记得了，我也不知道我认不认识弯弯，我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那您就先在这儿好好休息，想起什么来随时都可以告诉我，这样我才能帮您找到家人。您这样一个人出来，家里人肯定是要担心的。你去外面找2个有名的大夫过来，再顺便派2个丫鬟在老太太身边伺候，但凡有个风吹草动的，都必须要告诉我。只是这大夫进进出出的没少来，却没有一个能看出老太太的病状的。世子，你要不要去看看夫人？你这话什么意思？今日我听人说，夫人的院子里请了好多外面的大夫回来，夫人可能是生病了。既然这样，那我就过去看看吧。此时，大夫，你可看出了他这是什么病？老夫能力有限，的确是瞧出这位老人家身子有些情况，但却看不出到底是何原因，实在是我能力浅薄啊！唉。说完，老大夫还轻叹了口气，格外的惆怅。那您知不知道，这京城之中有谁能够看这种病？或许夫人可以问问华神医，只不过华神医神龙见首不见尾，很难会遇到。春桃，赶紧把张大夫送走，好好谢谢张大夫。我听人说你得了重病。哪有的事，这话可不能乱说。那为何你的院子里进进出出这么多名大夫？我是请那些大夫过来给老太太诊治的。我虽然好心收留她，但也能看得出她是从外面逃荒过来的。这种从外面逃荒而来的人身上最不干净，说不定身上还带着什么瘟疫的源头，所以我才特意请了几个大夫过来确认一下。不过好在几个大夫都说他没有什么问题。韩燕白眉头紧皱着，可千万不能让韩燕白知道我在做什么，不然我的计划就落空了。韩燕白淡淡的勾唇一笑，眼底带着探究。哦，是吗？没骗我吗？当然了，这有什么好骗你的？哼，有什么话就直说。你有没有去调查一下那位老太太的来历？她家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人？韩燕白凉飕飕的视线朝着楼七七看了过来。怎么，那人没有和你交代吗？我看老人家身形疲惫，所以就没有过去问。再说了，我也怕提到老人家的伤心事。你肯定调查了的，既然这样，那不如就和我说说。你还真是善良呢。也就一般般吧。